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出圈带火诚意，10年蛰伏终于迎来爆红。原因只有一个，莲花楼网络直播已经结束，但人气依然高涨，剧迷又开始围观，就连中央媒体也对这部剧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故人风、江湖一梦、热血勇敢、侠义传奇。江湖、热血、侠义，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武侠剧。节目火了，程毅作为主角自然备受关注，但很多人之前根本不认识他。他在剧中饰演的2个角色一播出就登上了微博指数榜首，吸引了观众的大量关注。他的综合演技也得到了高度认可。一个是侠义的少年，一个是低调自由的年轻人。他把这2个角色演绎得非常反差，无论是李香怡还是李莲花，都成为了该剧最大的看点之一。有网友表示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一直在苦苦挣扎演技。程毅这些年的努力终于被观众看到了。10年间，程毅从无人问津的小配角，成长为粉丝无数的 C 级男神。每个角色都仿佛被他赋予了生命，演技是他最大的自信。程毅1990年出生于湖南怀化，小时候是个捣蛋鬼，经常破坏邻居家的东西。幸好他性格可爱，微笑着道歉，才躲过了邻居的责骂。程毅也不喜欢学习，他在课堂上经常心烦意乱，头晕目眩。放学铃声一响，他就直接回家，趁父母不在，偷偷打开电视看武侠剧。程毅觉得赛场上刀光剑影非常酷。电影中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刘德华的出现，让他对演戏产生了隐约的向往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程毅和他的同学报名参加了一个 T 台秀，没想到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你太自然了，适合做模特，你是个好模特。程毅牢牢记住了这句话，也记住了走 T 台的感觉。他逐渐有了自己的演员梦想。在学校里，他从一个不爱学习的学渣，变成了让同学们惊讶的尖子生。连老师们都不敢相信程毅的改变。卡内基曾经说过，激发一个人最好的一面的方法是鼓励和欣赏。也许这就是肯定的魔力。从此，他继续努力，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，与马可、蓝盈莹、高光伟同班。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，他不顾父母的反对，独自乘坐绿色列车前往北京发展。没有资源，没有机会，注定了他的成名之路是艰难的。2024年，20岁的程毅与俗称大陆明星工厂的欢瑞签约，次年参演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的保镖冯小宝一角。虽然是配角，但是能和杨幂等人同框表演也是难得的机会，也算是在荧幕上露面了。后来公司安排他出演多部影视作品，但他始终不冷不热。虽然都是小角色，但他非常珍惜，每次演出后都会站在片场仔细观察。他把表演的要点记在笔记本上，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。直到5年后，他在仙侠剧《青云志》中饰演林惊羽，英俊潇洒的古装帅哥形象深入人心。在这部剧中，他仍然是戏份很少的配角，剧组也没有为他配备专业的武术教练。他没有演戏经验，必须不断练习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转身。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他的部分。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，程毅那段时间压力很大，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。和我们所有在底层挣扎的人一样，他是开幕式上被工作人员自动忽略的小透明人。其他人都有红包，可以分蛋糕，但他没有。所以成名之后，每次开机仪式他都会给每一个演员发红包。
正是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现在才想为别人撑伞。这么努力、热心的男孩，怎么可能不成功呢？从18线的小配角到如今的主角，他用了10年的时间，他的努力一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他说：“我不觉得累，就像心里有一团小火在燃烧，感觉自己在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很兴奋。”尽管岁月巨变，他心中的梦想火焰却始终燃烧不息。无论遭受多少打击，承受多少压力，他仍然没有放弃。2024年，程毅在《山河月明》中饰演少年朱迪，演技丝毫不逊色。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角色，程毅提前做了很多准备，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。他不仅翻阅资料，向前辈请教，还在片场向导演、编剧请教。少年朱棣看似大大咧咧，面对父亲的批评翻白眼，但他也肩负着复兴整个王室的使命。这个人物性格宽容、孤独。当他登上舞台时，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他站在树上，目光闪烁着坚毅，看向漠北的方向。少年和朱棣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坚韧的心，程毅通过他的眼睛和身体准确地演绎了出来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八方志向的好男人。出现殴打场面，其亲生父亲老师陈宝国现场表演鞋底袭击场面，剧本里并没有这样的场景。陈宝国突然拿起鞋子朝小朱棣打去，包括程毅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。程毅被打后下意识地大喊妈妈、爸爸，这种自然反应相当真实，效果也很好。表演不是对剧本的死板解读，而是即兴创作，并利用情感来打开和激励角色的能力。每次行动，程毅都会抓住机会学习，终于有机会成名了。2024年，30岁的程毅主演古装剧《琉璃》，剧中他饰演温柔痴情的雨思风，白衣帅气迷人，义无反顾地爱着自己所爱的人。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深情又执着，哭戏极具感染力，细腻的微表情让人看得心碎。再加上完美男主的光环，很快就获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多次登上热搜。机会总是垂青幸运的人，而幸运的人总是相信自己。当时程毅差点就过去了琉璃，理由也很实际。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，程毅那段时间的工作量很大。琉璃当剧组找到程毅时，他连睡眠都没有睡好。如果他再接一部戏，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。他不仅要做好眼前的工作，还要接这部大制作的古装剧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最终决定接下这个剧本，因为他始终相信，只要把角色理解透了，就一定能演好。拍摄过程中，程毅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研究剧本。他不放过任何机会，一有机会就与导演和对手演员沟通，力求把角色发挥到最好。虽然那段时间严重透支，但他还是成功地塑造了雨思风这个角色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琉璃和程毅的受欢迎程度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收视率直线上升。时间是尖锐的，但也是温柔的。程毅沉淀了10年，并不断向前奔跑。他终于走红了。随着演技越来越纯熟，程毅不断获得观众的认可。但成名后却无奈被资本卷入，网络上关于他的负面材料层出不穷，让他陷入舆论漩涡，他的生活再次陷入低谷。有很多受欢迎的人，自从琉璃走红后，网络上就不断出现他被黑的消息，他们批评他没有任何代言，嘲笑他没有商业资源，怀疑他整容了。尤其是在云歌社，他不仅与袁冰妍零互动，还全程黑脸，让 CP 粉非常不满。还有人爆料程毅在拍摄时辱骂导演琉璃，有人认为这是故意惹事，但事情的真实性已经无法确定。一夜之间，程毅失去了8万名粉丝，并在热门搜索上挨骂了3天。
但他只是淡淡的回答，要求观众不要看到他和这个角色。粉丝们想一睹真容，结果却很失望。他再也没有为自己辩护，仍然专心拍戏。机会终于又来了。2024年，32岁的程毅搭档杨紫出演《沉香如屑》，让他一战成神。剧中他饰演3个角色：心胸开阔的影原帝，洒脱的猎魔人唐周，修罗王玄烨。这3个字深入人心。程毅已经成为粉丝心中的古装男神，尤其是他的白发造型更让人为他痴迷。他的人气急剧上升，很快就吸引了数百万粉丝。他在行业的资源终于越来越多，他寻求代言的品牌也开始达到数千万，生意纷至沓来，他被黑的消息也渐渐消失。程毅再次用演技证明了自己，黑料弄巧成拙。为了实现突破，一心扑在演戏上的程毅降低了片酬，赢得了都市剧底线的一个角色。他饰演法官周以安，身穿黑色西装，发型利落，体现出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。这个角色非常脚踏实地，见到每个人都会生气。原本让人讨厌的角色设计，却让他演绎出了一个真诚又有些可爱的角色。连参加演出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称赞他的演技。程毅越来越受到关注，但他却非常低调，经常不演戏就消失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程毅经常被剧组成员嘲笑几乎不使用手机。在某档节目中，底线演员蔡文静透露，他在片场拍戏半个月都不知道程毅离线了。他常常默默地走到他面前问：“你能分享一个热点吗？”我会忘记他不方便的。难怪网友调侃他是古人。他似乎与现代生活有些脱节。他喜欢泡茶、喝茶，闲暇时总是和家人一起度过。研究过程毅的网友就会知道，他无论是走路还是休息，总是拿着剧本。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看剧本而不是看手机。他一直相信，只要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，对剧本和人物进行深入研究，观众就能感受到。他也这么做了。世间自由行者，回头看去，依然是少年。他是四姑派之主李香怡，他也是莲花楼之主李莲花。刀剑所向，皆为江湖。莲花楼上线后，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热门榜榜首。对于程毅来说，这既是事业的提升，也是服装的挑战。尽管程毅出演过很多古装剧，但每个角色仍然对他构成巨大的挑战，因为他害怕重复和千篇一律。其实这部剧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古代傀儡，更多的是武侠、江湖、侦探等题材，只在古装爱情剧中爆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程毅，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非常深刻。李莲花是一位处于事业巅峰的武林侠士，后来慢慢跌落神坛，成为了一个普通人。李莲花取得了成功，也成功地放下了成功。最终，他选择了放飞自我，放下执念，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过着平凡的生活。程毅用他的演技做到了。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身临其境，从他那双迷人的桃花眼中，我们看到了李莲花充满沧桑的眼神，看到了他在世间却超脱尘世的自由自在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侠客形象出现在荧幕前。就连原著粉丝都称赞程毅是选中的李莲花，他还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些小动作。当他不想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他要么摸鼻子，要么撇嘴，要么把手放在胸前，搓手指、皱眉头、摸胸口，种种小动作都赋予了李莲花傻乎乎又可爱的性格。这部剧意外地成为了他最出色的武侠代表作之一，尤其是他的打斗场面。剧中的名场面红丝剑舞，直接祭祀神灵，这是一个柔和而狭隘的美学场景，让观众惊叹不已。在这些舞蹈场景的背后，程毅也有悲伤的一面。
有一次，他从高处直接坠落，右腿骨折。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，他没有请假，直到受伤住院，他才停止工作。他从不抱怨，他的坚持和努力最终将带领他走向事业的更高高峰。面对困难时，他总是不找任何借口，努力钻研演技。他从未改变过当演员的初心。他粉碎并消除了所有的荣耀和屈辱，并磨砺了生活中最艰难的角度。从一开始的小角色，到男二号，再到现在人气极高的男主角，他的演技越来越游刃有余。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。演戏的路是漫长的，但我也越来越坚信，要么被打败，要么继续前进。从角色到角色，这才是我真正的旅程。很多网友都成为了他的铁杆粉丝，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。他是照亮自己和他人的光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的，这是诚意、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。